好，我们一起看讲义第3页。我希望今天的课回家之后，这个你的生活里你可以自己对照着看啊。我们来看第3页哦，在讲义的第3页啊。当一个人，第一句话，我们从第一句话开始啊。当一个人长期处在毒性的压力里，身体长期警戒，它就会破坏大脑的结构，然后削弱器官的发展，影响情绪的调节，还有压力的适应，最后引起你终身的影响，就整个辈子都影响哦。好，第3，创伤烧录在神经里。好，往下看，是不是有看到战和逃的神经系统反应？有没有？你看看啊，你读第一句话，随时感觉到有危险、有威胁，或者你会预期啊，有的人说，我每次想事情都把它往坏处想，那你就是这一种类型的神经。你的神经长期启动的是战或逃的系统，它会生大病的啊。往下看，瘫痪的神经系统。如果你常觉得很累，感觉忧郁、无望、无助，没什么感觉，很少有情绪，那你的神经进入瘫痪很久了。那在这3种神经表现里面，各位可以看那个好像那个阶梯的那个图，有没有？瘫痪是最后的神经。比如说，今天你坐在这里，然后你在听课，你感觉到现在心情很平安、很安全。现在你在哪一个神经状态呢？你在第1个那个叫楼梯，好吧？楼梯那个，你在腹侧迷走神经，你感到安全感，你感到你乐于社交。好，那在这个安全的神经感觉里，假如地震来了，如果它很大，我们会立刻感觉有威胁，或者我们在这里上课，然后老师呢就突然对你瞪了一眼，你感觉到有威胁了，你的神经会降低，你会下降，你会离开安全感，你会跑到第2个，叫做呢，这个叫什么？叫交感神经，它在这里开始准备要逃走，或者要战斗，要开始启动。我到底是要跟老师说，你干嘛看我？你为什么要看我？好，地震来了，我要启动，我要逃，还是我要跟地震 fight？ 好，但是假如你的抵抗、你的冲突很久，你跟父亲、你跟母亲，你们冲突很久，它都不会变，这个威胁从来都不会下降，最后我们的神经就进入第3瘫痪状况。算了，没有机会改变了，算了，人生不会有意义了，算了。好，那我们人类通常在这3个神经里面跑来跑去，可是你要问自己，我大多数的时候我的神经在哪一个阶段？那代表你的创伤很重，还是你还在奋斗当中，还是你已经过关了，你回到平安？好，那这个身心的影响是很巨大的。我们往下看，好，接着一个好的，我大学了，我要跟父母亲、跟我的所爱的人，不管是男朋友、女朋友，我在心理上都能够独立起来。我以后要读西班牙语言学系，去西班牙留学，还是我留在台湾？我做了一个跟西班牙文没关的工作，没关系啊，我心里觉得坦然啊。我是否有一个安全感？我的个体化才会发展得很好。
这个安全，哎呦，安全的依附关系是怎么来的啊？哦，好，我们是从哪里诞生出来呢？我们跟别人这个依附，为什么不讲父母？因为不一定是父母，你依附的那个人可能是你的养父母，可能是你的外佣保姆，那个你依附很紧密那个对象，你跟他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情感连结。这个讲白话一点，就是有的小朋友3岁以前阿嬷带的，阿公带的，然后3岁7岁回家跟爸爸妈妈住，觉得跟妈妈不熟，因为心里的连结是跟阿公阿嬷的。我们说他认了这个人，他的内在认的那个人是阿公，是阿嬷，他就只认那个依附跟他对接了，他认到这个人了啊。有的小孩他认到的是他的保姆，所以那保姆不是亲人嘛，保姆一定会有一天离开，所以这个孩子就有强烈的对爱的失落啊，就会烙印在他的神经系统里面。那我们是在讲，如果这个依附比较安全，那诞生的这个独立的自己，它就会变得它会长得很好，它的功能能够火力全开，它可以瞄准它的方向，它不犹豫啊。然后一切发展的不好，这个人就长不出来，长不出一个独立的自己，可能会变得比较依赖，可能会变得比较去依赖。你的班上一定有一种人，独来独往，不鸟你。你们开会啊，我也来，不鸟你，跟我没关。独来独往，就是他的独立有出状况，他不依赖人了，他去依赖，最后变成没有能力跟人产生关系。可是大部分人觉得他们很酷啊，他们潇洒啊，这样很好啊，对。但是他心里是寂寞的，他没办法。好，今天的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啊？我有能力跟别人好好相处吗？包括那个人让我很讨厌，我能吗？我和我自己相处的情况怎么样呢？我常常听到有很多小孩跟我说，年轻人跟我说，我就心情很差啊，我没办法控制我自己。他有说，我就想骂人，我很痛苦，然后就骂女朋友，把女朋友骂到爆，这样。因为我没办法跟我自己的情绪相处，压力来了工作压力、家庭压力，然后就开始哇哇叫然后呢？没有啊，我就除了哇哇叫，我什么都不会。这怎么啦？其实我们有没有办法过得很好跟我们是怎么长大的有关系。好，我们来谈谈0到3岁。我们跟主要的照顾者，这个主要照顾者可能是妈妈，大部分有的是外劳，有的是爸爸都可以，跟谁都可以啦，就是他是你的最主要的照顾者。这个人跟你建立的关系就会变成全部关系的原型。你会说，老师，0到3岁。那不是都一整天都在吃奶奶包尿布而已吗？然后我这一生所有的人际关系的模式就写完啦，剧本都写完啦。怎么了？包尿布而已耶。对，就是你有需求，你哭了，有人安抚你吗？你饿了，有人感受到你吗？就在这点点滴滴的最基础的吃奶奶包尿布里面完成了你的人格就这样
你说糟糕了，老师，我好像被我妈毁了啊！我应该是没有安全感的一个人。没关系啊，我们上完这堂课，你有方法。下午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你你的方法，然后跨越自己，来确保你的下一代或者你的好朋友的下一代，你有一个好方法可以给他们。我们说3岁前跟妈妈的关系，我还是用母亲，好不好？我还是用母亲，但是主要不一定是母亲啦，我们决定3岁以后所有的社会人际的发展。好，来讲讲关键期，依附关系是怎么发现的？好，这是一个诺贝尔奖，这个奖就是研究，为什么小鸭子会跟着鸭妈妈呀？这样就得诺贝尔奖，这不是太简单了？对，你有没有？因为你们不是在农村长大但我们以前在农村里，我们会看到很多的人家养鸭人家，有没有？那个河边一堆养鸭人家，然后鸭妈妈走的时候，它的宝宝一定会跟对妈不会跟错妈一群一群就跟着走了。为什么？为什么？好，这个研究者他叫劳伦兹，他发现了，他就去观察他怎么做这个实验呢？很简单，他去把鸭妈妈的蛋都拿到他这边来做实验，有一个盒子装的都是蛋，然后盒子盖起来，所以蛋孵出来的那一刻是黑的，没看见人。好，第二批蛋，每一颗蛋孵出来的时候，劳伦兹都会去看他一眼，跟他互动。好，结果发生一件事。好，第一眼你要记得第一眼在人类就是前3年，第一眼它烙印下来一个活的那个动物就会是当作妈，这个叫大脑。大脑有一个这个机关，它就启动然后关机。第一眼看过以后，它再也认不得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吗？在那个盒子里面，黑黑的盒子里面，打开来，这一群孵出来的小鸡全部不认得妈妈是谁，又没看到。看到劳伦兹的这一群的蛋，最后长大以后呢，他们都跟着劳伦兹的屁股后面走。然后劳伦兹在大学教书嘛，所以大学走廊常常看到劳伦兹跟一群鹅宝宝就在走廊上。这个是在大学校园拍的，一直到这些雁鸭长大离开后还会回来看他，因为他认得，他的大脑认得这个人，就这个人是我妈。哇哦！所以谁是你生命中第一个被你铭印进去的那个人呢？他就影响你终生。好，大脑会铭印，这个就是，然后不会改，一旦认定了妈妈就不会改了。这是雁鸭，对不对？人类的大脑是类似，但是人类的大脑会印进去很多人，有的时候有阿公阿嬷，有的人还有保姆，我保姆也是我的最爱还有谁，保姆的哥哥，保姆的他们家的那个大哥哥有大人人类不会只有一个早期经验是很重要的。虽然你今天20几了、10几了、18了，但我会跟你谈0到3，因为这是你的一开始。好，那你呢？你就要想我0到3岁的时候是谁主要带着我呀？是妈妈还是爸爸？是我的阿嬷吗？还是我的阿公啊？谁？他们是谁都没关系耶，重点在哪里？人类的婴儿在意的是对他有所回应的人，他会跟这个人产生强烈的紧密的关系。
就算这个人这个回应是用揍的，一直揍他，一直揍他，他也会建立跟这个人建立强烈的关系。就我爸爸他不爱我，可是我心中认进去的那个人就是我爸爸，所以以后每一个关系我都会怀疑，你们不会真的爱我，对吧？你们也会像我爸一样欺负我，对吧？好，人类的婴儿在乎的是互动，眼神的互动，眼神要记得，在你的恋爱里，眼神也是很重要的。眼神要有交汇。常常我们在爱情里，或者你从你父母的婚姻里，你感觉这两个人，他们的身体是在一起的，但他们的心是孤单的。为什么？因为眼神的交汇，互相的那个认到对方的感觉没有。好，这个研究发现，这很久的研究了，虽然你们现在才听，但是很久的研究了。如果早期这个孩子的长大都被忽略，好，老了以后有60%的人会进入忧郁。那我们就来讲讲，这个研究是这样的。刚刚是忽略嘛，现在是刻薄的对待。这个刻薄的对待会发生一件事，好，这个大脑在教我们一个道理：每一个情绪的刺激进来的时候，这个刺激可能是忽略的，忽略你，我忽略你，我就是看不起你，我就是你在那儿我都不看你，忽略你，这个刺激进来，或者他非常的严厉的苛责你，伤害你，这个刺激一进来，我们的大脑会进入2条线啊。大家有看到吗？这条线比较短，这条线很长，所以大脑的刺激，有人对我们不好，情绪一进来，大脑就会立刻走身体这条线，身体就开始肾上腺素分泌增加，心跳绷得很紧，然后呢噼噼唰噼噼唰，然后两手发汗，然后生气，然后脸涨得通红，我准备要骂你哦，我要骂你哦，我生气了，我被刺激了，或者是我快昏倒了，我快昏倒了，我的身体快要昏倒了，这样哈。因为我们的大脑第一个反应就是进身体，等到身体发疯发完了，骂人骂完了，冷静了，这一条线才回来到额叶，然后才辨认，哎呦不行啦，误会一场啊，弄错了啦，来不及了，骂错人了。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在讲这个研究是在讲什么？如果有一个人非常的受到严厉的苛责或者打骂，这个杏仁核它就会被影响，包括这个额叶哦，他们2个哦，他们现在是去科学上去检查，这2个区块都变得很萎缩，小小的没能力了。好，这就是在讲这个研究。这个研究呢，就根据苛刻育儿的程度，进行大脑的核磁共振，然后看他们有什么影响。从12岁到16岁啊，影响是什么？好，这个就是16岁的这个孩子16岁咯，他会怎样？他的大脑会怎样？这个研究发现，他们的体积变小，这个杏仁核的体积萎缩了，额叶的体积也萎缩了，功能下降。所以你说，老师，我今天大1了，我会不会萎缩了？我嘛不知，那你要自己看哦。所以我才说什么，老师，今天小琪老师问我说，第3个应该给他们什么题目？回到平静啊！你一直被启动，你就是自己把自己炸掉。有的人生气是不说话的，里面沸腾，
外面没反应，他还是一直刺激自己呀，杏仁核，杏仁核，杏仁核，然后最后把自己刺激到萎缩了。好，那会怎样？萎缩就萎缩啊，会怎样？哦，他发现，如果这个儿童啊，他没有很严重的虐待，他只是被骂而已，啊，只要这个频率够多，他们到了青春期，大脑就开始萎缩，就不发育了。那常常发生很严重虐待的，就有精神问题，而且这个人可能会有反社会人格，就是进监狱的那一批人。心理学有2批人，一批就是走到极端叫生病，我们就是精神病房的那一批人；有一批人走到了攻击很强的反社会人格，走进监狱。心理不正常的极端，有一票在病房，有一票在监狱。这2批人我都服务过，非常难啊。所以我们要庆幸，无论我们过去的成长怎样，最起码我还把自己保持在一个中间平安的状况。我要学习帮助自己，我要让自己更好啊。如果完全没有遭受这些体罚的孩子，他们的求知、知识、认知的能力就发展的比较好。所有的人要成功都要这个，你只要这个一宕机，前面情绪一直来，这个人啊，离成功很远了。成功只是让我能够好好活着，有一个专业，好好的发挥我的能力，赚点钱养活我自己，又可以栽培自己，身心灵平安。我不过就是要这样而已，就很难。对，因为你的认知没有发展得很好。认知就是求学啊、知识啊这些东西。好啊，这个是一个研究啦。他说体罚的副作用，他这个下的标题很耸动，对不对？苛刻的教养会让自己的大脑萎缩。苛刻就体罚或情绪啦，情绪的虐待会让人很焦虑，然后大脑的解剖会发现这个大脑发展的不好了。好，最少你的下一代不会遇到这种事，对不对？因为你今天上课了。好，我们下一个我们要来跟大家提，这个就是我们去扫描大脑。如果你现在眼睛睁得大大的，很专心的在听，你的大脑就红红的，就是功能火力全开，功能很好。然后如果有人他的情绪被按到了，所有的人的大脑都会宕机，就会变成这样，功能出不来。那这是受虐儿的一个案例，他们去扫描受虐儿，他们控制情绪的能力很差。好像我们也是呢，那我们是哪里不对，对不对？我们自己也是哦，情绪控制不好。接收情感的能力呢？我怀疑他真的爱我吗？他是真的吗？他喜欢我是真的吗？他对我好是真的吗？接收情感的能力很白目，或者是过度的敏感。认知跟学习，我上课我只要一上课我就没力了，要写报告我就用抄的了，我的大脑没兴趣这样。哎呀，那你就是情绪的宕机太严重，大脑功能没办法起来。好，所以一个有安全感的依附
会帮助我们发展得好。那这个有安全感是怎么来的？好，它是跟回应的品质有关啊。这个很简单啊，我用影片给你们看啊，因为这样你比较懂啊。你要看什么？看妈妈在做什么。第二，你要听，你耳朵要听。你等一下告诉我，你听见什么？妈妈怎么回应孩子？因为洗澡是生理需求，你一定要洗澡。妈妈在回应孩子的需求的时候，妈妈回应的品质是什么？妈妈在做什么？哎，你看见什么？啊，妈妈，印度妈妈在给宝宝洗澡，你看到什么？我知道你们心里在回答我。妈妈，每个妈妈的动作是不是一模一样？每个妈妈有没有认真给宝宝洗澡？有哎，超认真哎。那你听到什么？啊？听到什么？哭的声音。有人回应这个哭声吗？有哪一个妈妈回应这个哭声吗？忽略过去。所以印度妈妈是不是好妈妈？是啊，她该做的都有做到啊。要洗头，给你泡泡，脸都有按摩，他们有标准化的模式啊。这样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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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搓，这样搓，这样搓，屁股要翻过来，这样呢，他每个动作都有做到啊。你怎么说他不是好妈妈？他是好妈妈，他没有回应他的 baby 发生什么事，他不知道。这样你听懂吗？他有没有去照顾这个 baby？ 有，他照顾身体的需求，他有没有照顾心理的需求？没。这样分得出来吗？我们的上一代是很认真照顾我们的，但是心理的需求，他们可能跟印度妈妈一样，没有一个人发现要回应小孩的哭，没有他们就是认真的把负责任，把责任做完，把责任做完，一个不漏，每个动作我都不会漏掉，我都做很完美的做完。可是宝宝的哭都没有人秀秀，没有人知道要做这件事啊，没有 idea。所有的印度妈妈的内在没有这个档案啊，这是什么啊？所以你跟你的男朋友说，你有没有听我嘞？你要看我啊，你要听我啊，你要感觉我啊。你的男朋友可能脑袋没档案，一片空白。那我不是站在这里听就是回应你了吗？你站在这里听不够啦。那我应该怎么做？如果我教你，你就是不爱我，你要自己想。啊，他没档案，那不会想。我只是要告诉大家，爱有2个层面，照顾你的需要，但第二，回应你的情感，这2个都要。好，不然我们会觉得
好，我们来看这个，你就看看啊。法国的一个护士，你看他的手指头很焦虑哦，他的手指头 ，baby 的手指头，紧紧的握着，很焦虑。你看他的眼睛，他在思考。这是第二个婴儿，他很有安全感。
你看到什么啊？你比较喜欢被怎样对待？啊？你喜欢印度妈妈那种对待方式的举手。你喜欢这个法国护士的方式的，请举手。啊，手放下。这两个影片都是很好的照顾。一个是苦日子过多了，印度人他不知道有心灵啊，他不知道怎么做。一个是一个非常物质文明的欧洲，所以法国护士她在洗澡的过程，她一直跟这个婴儿怎样同在，跟他的心在一起，然后慢慢的这个焦虑的婴儿就安定了。好，我已经给你一个秘密咯，怎么样帮助自己回到平静？你要学法国护士，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听到，你把这句话写下去，你就是你的功课哦，答案。你应该要学会像法国护士那样周到而温柔的对待自己，自己的每个需要，温柔的呵护自己，帮助自己像那个焦虑的孩子，他一直在辨认啊，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然后慢慢的在那个安抚里休息了，整个人安定了，对吧？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而依附关系在讲的就是回应那些曾经养育过你的人，他对你的回应如何？我想你们很沉默，我就跳过去了。如果按照心理学的了解，一个健康的人需要的是互动。那么现在的现象是什么呢？77% 的家庭给孩子下载游戏，就是平板电脑变成了保姆，父母亲变成手机奴，严重摧毁下一代，因为各玩各的，这里完全没有互动了。那个我们想要的那个安全的呵护的感觉没有了。好，那当然，也许这也是你们自己曾经的经验吧。好，那在这个研究里，这个西方的研究也是很久了，这大概70、80年的研究了。婴儿对人的表情是很有兴趣的，而且婴儿会用他的微笑、哭泣，还有吐舌头来跟你互动。他会模仿你，因为他很在乎你，他需要一个活生生的人跟他互动，不是平板。千万以后不要用平板养你的小孩，也不要这样养育你自己，不要用平板、用游戏来养育你自己。好，我们做刚刚的结论，被爱跟被感觉，它是两个不同的事情，完全不同。比如说，好，这两个家庭的小孩都会说，我妈妈很爱我，爸爸很爱我，但是他们爱我的方式就是把我的生物需求照顾好，但他们没有感觉我，他们不知道我，他们不了解我。而法国护士在做的是，我在感觉你，我在感觉你，我感觉到你了。而这个在心理学叫静应，它是一个很重要的需求哦，被感觉很重要。好，这个 baby 他在看着爸爸，爸爸在跟他互动，你可以用你的你耳朵没有听到，但你可以仿佛感觉到爸爸非常的低声呢喃跟 baby 互动，而 baby 很专心的在感受他在感受他。好，被看见，
我被你感觉到了，我被你理解了。这是人的需求，人需要在别人的眼睛里看到自己。所有的爱情都在追求这个东西，所有的爱情都在追求一个童年没有得到的满足，那种需求，他就是真的很需要啊！你都没给他，结果他就去找男朋友，男朋友不知道怎么给，女朋友不知道怎么给，因为这两个男孩跟女孩小时候没有得到过啊。好，那我们来讲哦，依附关系的建立跟回应的品质有关，对不对？那我们来讲，在你的小时候，你所有的感受是不是能够被正确的或者被理解了啊？这建立了是否有安全感的关系。好，那我们就在讲这件事哦。当我的感觉进来，哇，我在伤心，有一个人能够感觉到我的伤心，帮我辨认，那这条路就建立起来咯，就建立到额叶。所以现在在国中，现在的国中，可能你们已经有读过，好像有教情绪的教育，教你辨认自己的情绪，对不对？你们的国中有上过这个吗？没有啊，那个可能是在你们后面的小孩才有的，就是发现人太冲动了，太不理性了，所以在国中就开始教这件事，辨认自己的情绪，辨认，把这条路给修通了。以后情绪一来，你会比较冷静，你才不会过度的冲动，然后悲观，然后进入了暴躁、易怒或者是瘫痪的状况。可是这条路哦，这条路不是很容易。各位看，如果你要你的额叶发展成熟，它是到25岁才发展成熟，就是现在的你，是你要为它成熟，不是你妈。你爸你妈已经来不及再做这件事了，是你。你今天来上心理学，你来帮自己学会辨认自己怎么了，你来帮自己发展成熟，然后你将来你在你的学习或是做决定的时候，你的注意力还有你的调节，对情绪的调节，你的功能都会由额叶来启动。它是一个优秀的脑区，它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大脑，但是它还在发展。所以今天的你，如果你觉得我求学很有专注力，但是我临时要做决定，临时发生一个意外，我就慌了，我没办法做决策那你就知道你的额叶发展到一半，还不错，但是还要继续发展好，为了我们共同的将来，你们的未来，以及我们由你们主导的那个社会，所以我会说我们的未来，为了我们共同的将来，我们要好好培养自己。有安全感的依附关系跟你有没有能力感觉很有关系。好，接着我们来讲这个依附关系，在你的讲义的第6页但是我用演示的，我直接讲这个研究就是把小婴儿带到研究室来，然后妈妈出去，门关上，婴儿很小很小，他要待在这里跟一个实验者在一起，陌生人。有安全感的婴儿，妈妈走了，焦虑，然后又看看叔叔慢慢适应。有安全感的小孩，
他会比较快适应，然后开始跟这个实验者玩游戏。他开始适应咯，然后马上就做各种游戏。然后比较焦虑的孩子，在你的我直接讲，有一种就是非常焦虑的小孩。小孩放进来之后，他会开始哭，因为妈妈走了妈妈走了，他就哭，一直哭，一直哭，哭。现在什么事我都不管啦，我就是让你回来。好，妈妈回来了。他看到妈妈很兴奋哦，走过去揍你。他这种很焦虑的人长大了，他会是哪一种太太呢？他担心先生10点还没回来，11点还没回来，12点还没，你到底在哪里？一直打电话，焦虑。终于看到他回来了，很放心嘛。你回来了，我放心了，对不对？可是这个太太会走过去把他臭骂一顿。很焦虑的 baby 长大就长这样。我爱你，我就骂你；我越爱你，我就越骂你。我对你太担心了，我担心到我要一直的生气。很焦虑的小孩长大了。好，我们待会儿，我们先休息一下。